各位晚上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卡皮桑。很多人常问我，卡皮桑，为什么在时尚界潮起潮落的波涛中，唯独亚玛尼能像一座礁石一样屹立50年而不倒？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不想搬出那些冷冰冰的财报数字，也不想去吹嘘他在红毯上打造了多少尊小金人。我想和大家聊聊那个曾经在医院里忙碌的医学生是如何在生活的褶皱里剪裁出了一个帝国。故事的起点并不是什么豪门大宅，而是1934年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小镇皮亚琴察。那是一个被战争阴影笼罩的年代。年轻的乔治生活在一个物资极度匮乏的环境中，他的父亲是一位运输公司的经理，而母亲玛利亚则是一位极其坚韧且对美感有着天生直觉的女性。我常说，一个设计师的底色往往在童年就已经调好了。玛利亚在战时那种用碎布也要缝补出尊严的生活态度，深深影响了乔治。当时的意大利，贫穷与优雅是并存的。乔治曾回忆过，他看着母亲如何利用有限的布料为他和兄弟姐妹打理衣着，那种对细节的偏执并不是为了炫耀财富，而是为了维持生而为人的体面。这种减法的艺术在那时就埋下了种子。那时的阿尔玛尼最初的梦想其实是成为一名医生，他曾在米兰大学医学院就读了2年，这段经历对他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医学要求对人体构造有着极其精确的理解，这让他后来在处理服装结构时，不像是在做装饰，更像是在进行一场人体解剖学的艺术实践。他知道骨骼在哪里转弯，肌肉在哪里起伏，这也是为什么亚玛尼的西装总是能像第二层皮肤一样贴合人体。然而，命运在1957年转了弯，在服完兵役后，他没有回到医学院，而是进入了米兰著名的文艺复兴百货公司 La Rinascente 担任橱窗布置员，后来又转到了男装采购部门。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故事。当时的他并不是坐在冷气房里画草图的天才，而是一个在柜台后观察众生相的人。他看着那些穿着僵硬西装的男人走进百货公司，看着他们在试穿时那种不自在的神情。他发现当时的男装西装就像是盔甲，垫肩厚的像砖块，衬里硬的像纸板。男人穿上它后，仿佛被关进了一个笼子里。他开始问自己，为什么衣服不能更自由一点？为什么男人的优雅一定要建立在束缚之上？这份不满足促使他在1960年代中期加入了切瑞体 Nino Charity 麾下，在那里他负责男装设计。他在这段时间学会了对面料的极致挑剔。他发现面料本身是有情绪的，有些布料生来就带着冷峻，有些则温暖如午后阳光。他在切瑞体磨练了整整10年，这10年的沉淀让他褪去了年轻人的浮躁，学会了如何与传统对话，再如何温柔地反叛传统。1975年，这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年份。40岁的乔治·亚曼尼在好友兼伙伴塞尔教·加莱奥提的鼓励下，变卖了自己的2手大众车，在米兰的一间小工作室里创立了自己的同名品牌。40岁创业者，在今天看来或许不算太晚，但在当时那个讲究家传与资历的欧洲时装界，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亚曼尼带来的是一场无声的革命，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构。他拆掉了西装厚重的内衬，拿掉了僵硬的垫肩，他让西装的线条顺着男人的肩膀自然垂下，那种柔软的带着褶皱的美感彻底打破了男装原本的阶级感。他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的目标是让男人看起来既自然又优雅，而不是像个穿着制服的军人。这种风格很快就在时尚圈引起了震动。它不仅仅是在设计衣服，它是在定义一种新的男性魅力，
那是一种不再需要透过强硬的外壳来证明实力的自信。这种自信是放松的，是从容的。如果说阿玛尼在米兰的成功是专业圈内的认可，那么1980年的那部电影《美国舞男》（American Gigolo） 则让他真正成为了全球的时尚偶像。理查基尔在荧幕上慢条斯理地整理着阿玛尼西装，那一幕简直是时尚史上的高光时刻。那些灰蓝色、米灰色、沙色，在荧幕上散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贵气。这种贵气不是那种金光闪闪的暴发户气息，而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低调。在那之后，好莱坞的红毯成了阿玛尼的伸展台。朱迪·佛斯特、里奥纳多·迪卡皮奥、米雪·菲佛，这些大明星之所以选择阿玛尼，是因为他们知道，穿上阿玛尼，人们首先看到的是他们自己，然后才是那件完美的衣服。这就是阿玛尼的哲学，服装不应该喧宾夺主，它应该是穿着者的背景板。但我必须告诉大家，这一切并非一帆风顺。在阿玛尼事业如日中天时，1985年，他的灵魂伴侣与事业伙伴加莱奥蒂因病去世，这对阿玛尼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当时外界都在传言，没有了加莱奥蒂的商业运作，阿玛尼这个品牌很快就会倒下。但这个在瓦砾堆中长大的男人展现了惊人的韧性，他不仅接手了所有的商业决策，还将悲愤化为力量，进一步扩展了他的王国。他证明了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裁缝，更是一个极具远见的商人。我们来聊聊阿玛尼最标志性的贡献——颜色。在阿玛尼之前，时尚界要么是极致的黑与白，要么是艳丽的色彩。阿玛尼创造了一种介于灰色 （gray） 与米色 （beige） 之间的颜色，我们现在称之为 greige 灰米色。这是一种非常知性的颜色，它不极端，不刺眼，它能在不同的光线下呈现出丰富的层次。如果你去过阿玛尼在米兰的私人寓所，或者去过他在杜拜、米兰的酒店，你会发现这种色彩无处不在。这背后其实蕴含着一种中庸且平衡的哲学。我常在想，为什么我们在忙碌了一天后，看到这种色调会觉得平静？因为它拒绝了过度装饰。亚曼尼一生都在对抗虚荣与浮夸，他曾直言不讳地批评过某些时尚趋势，认为那是对穿着者的嘲弄。他追求的是一种永恒性，他希望他的衣服在10年后穿出来依然不会显得过时。这在现今这个快时尚横行、流行周期以周计计算的年代显得尤为珍贵。他追求的不是时髦，而是风格，因为时髦会过时，而风格永存。随着年岁增长，亚曼尼的触角伸向了家居、化妆品，甚至餐饮与酒店。他建立的是一个完整的美学世界。我有幸去过几次亚曼尼的酒店，在那里你看不到夸张的水晶吊灯或金碧辉煌的装潢，一切都是极致的简约，甚至有些禅意。这种禅意来自于对比例的精确掌握，沙发的高度、灯光的角度、餐巾的质地，每一处细节都在低声诉说着他的审美逻辑。这就是亚玛尼，即使他现在已经年过90，他依然每天准时出现在办公室。他对待每一场大秀依然亲力亲为，甚至在模特儿上场前，他还要亲自调整每一条领带的位置。这种对职业的敬畏心，在这个充满浮躁气息的时代，就像是一盏明灯。他曾说过，他最开心的时刻不是在大秀结束后接受掌声，而是在一个寂静的午后，独自一人摸着一块新开发出来的面料。那一刻，他仿佛回到了那个在母亲膝头看着碎布被缝补成艺术品的少年。各位，今晚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亚玛尼的故事，并不是为了去崇拜一个奢侈品牌。我想传达的是，亚玛尼的一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真正的强大往往是安静的，真正的优雅是与自己和解。在这个资讯爆炸、每个人都想成为焦点的时代，
我们是否能像亚曼尼那样慢下来，去研究一块面料的纹理，去体会一种灰米色的深度，去学会如何做减法，去掉那些生命中不必要的负担与伪装，露出我们最真实、最自在的样子。亚曼尼不仅仅是缝制了西装，他缝补了现代人缺失的那种从容。今晚的时尚闲聊就到这里，希望这些故事能伴随你进入一个安稳、优雅的梦境。我是卡皮桑，我们下次见，晚安。